大家好，我是带领技能的话筒的阿拉斯加偏偏，今天继续和大家说这部配角演技吊打主角的《疯人院》。这对女主凡凡继续寻找逃跑的病人，她来到了病人花生家，结果遇到了喝醉酒的花生爸爸花泽类，以下就称为花大爷吧。由于花大爷喝醉了，凡凡只能叫来小白。等小白到的时候，发现凡凡正在照顾花大爷，确切的说是在用毛巾敷花大爷的刘海不对，是隔着刘海敷花大爷的额头。小白看不下去了，照你这个效率还不得敷一级啊？于是直接一盆水泼到了花大爷的脸上。等花大爷醒了，小白和凡凡自报家门，因为疗养院的墙破了一个洞，所以花生就这么逃走了。这时花大爷说出了广大观众的心声，真是太奇葩了。小白和凡凡打断了花大爷的官方吐槽，三个人出来找花生，先是来到了花生曾经就读过的学校。花大爷一上来就跟女老师道歉，女老师也欲言又止的告诉小白，这个花生以前就有一个特殊的嗜好，怎么改都改不了。镜头一转来到花生这边，智商看上去有些低幼的他，正在街上被打人男按在地上摩擦，打人男的妈妈站在旁边劝架，似乎是花生和这位妈妈之间发生了什么事，难道也跟那个特殊的嗜好有关？接着花生来到一个水果摊，眼神一直锁定女老板的胸部，还拿出了一根香蕉对着她。女老板凭借丰富的生活经验秒懂，骂骂咧咧的赶走花生。晚上花生被命运引到了学生之家，所谓的学生之家顾名思义，就是老师和学生们在一起讨论学术的地方，例如直线到2点之间的距离，以及键入靶的角度问题等等。但是要请女老师单独辅导是要交钱的，花生没有钱就被赶了出来，然后从桥底的流浪歌手那里借了一把吉他，回到学生之家又弹又唱给之前的女老师表白。另一边，小白来到花大爷曾经驻唱的酒吧找花生，虽然人没找着，但是小白从服务员口中得知，花大爷以前是一个很受欢迎的歌手，经常带着花生来唱歌，不知道怎么突然就颓了。前段时间还向酒吧老板借了好几万块钱，落魄的时候还住过桥底。顺着这条线索，小白来到桥底，找到了之前给花生吉他的流浪汉。小白叫上凡凡，根据流浪汉给的地址，终于在学生之家门口找到了花生，并把他送回了花大爷家。但奇怪的是，看到自己爸爸，花生不是高兴，而是本能的恐惧，甚至在花大爷拉他手的时候疯狂挣脱后跑开了。小白找到花生，突然就来了一波表白，别怕了，有我在，没人敢欺负你。红包蓝兔出 CP 这句话果然是真理啊！在没弄清楚花生和花大爷的问题之前，凡凡和小白只能先把花生带回疗养院。就在没有任何铺垫的情况下，导演强行插入一条男女主的感情线。回到宿舍的小白脑袋里开始浮现凡凡的身影，这爱情来的我都蒙圈了。另一边的凡凡在圣母光环的指引下，对花生是百般呵护，终于把花生宠成了自己的私生饭。在得知凡凡衣服少了个扣子以后，花生剪下了很多人衣服上的扣子送给凡凡。他还会因为凡凡给别人喂药吃醋，然后把其他病人的药一口全吃掉，甚至还会在女厕所里蹲点守着凡凡。终于有一天，花生憋不住了，伸手就要去解凡凡的衣服扣子，反手就被凡凡给了一个大嘴巴子。小白看到之后，找到花生的病历，发现花生之所以会对女性耍流氓，很有可能跟他的恋母情节有关。小白对花生进行了同感，他看到花生记忆里所有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点，那就是都穿着一条碎花裙。小白推断，花生之前袭击的每一位女性身上肯定都有花生母亲的特征。水果店女老板穿的就是碎花裙，学生之家的老师胸口有痣，至于凡凡可能就是因为对花生太好，让花生感觉到了母亲般的温暖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，小白换上碎花裙，还胸口点了一颗痣。又一个女装大佬闪亮登场，果然花生一见到小白就紧紧抱住了他，谄媚度非常盖里盖气。小白只能解释剧情，原来花生的意志仍停留在孩童时期，之所以袭胸，其实是在寻找哺育，并不是好色。小白再次对花生进行通感，看到了花生和妈妈一起的场景，画面里的小花生大概2、3岁。小白解决花生问题的同时，还帮我心系主线剧情，混进了档案室查病人的资料，结果没查到跟老秦有关的信息，却碰见了疗养院的李医生。奇怪的是，李医生手上拿着个手术剪，手套上还有未干的血迹，可这里明明是放档案的地方，他在这里干嘛呢？李医生问小白，最近院长有没有找他？小白和观众一样蒙圈，因为他觉得自己跟院长并没有任何交叉的故事线。李医生就是花生的主治医生，所以小白想从李医生这里打探点消息，结果李医生好像根本不知道自己跟花生的关系。他转身进了身后的门，再次出现的时候戴了副眼镜，又能对花生的情况侃侃而谈了。难不成这个李医生是个精神分裂？李医生表示自己对花生病情判定的依据是另一个逃跑的病人杜东，他还说希望能早点找回杜东，不然就太可惜了。正常医生找不到病人的情绪应该是难过，为什么李医生会感到可惜呢？难道李医生和这个杜东暗地里进行着什么肮脏的皮外交易？之后李医生提出了一个疑点，花生的母亲在他3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但是人要到1、2岁以后才有记忆，那花生的恋母情节从哪里来的呢？大家还记得吗？之前小白在对花生通感的时候，分明看到了2、3岁的花生和妈妈在一起的景象，可那时候花生妈妈应该已经去世了才对。镜头一转，院长在办公室跟一个老头唠嗑，他问老头是否还记得10几年前他拜托的事。院长没有解释是什么事，但我们可以推测这件事跟一个小孩有关，因为院长说他最近老是担心那个小孩，想问老头有没有小孩的消息。老头表示，自从小孩毕业以后就像消失了一样，什么信息都查不到。所以这个小孩到底是谁？他跟院长是什么关系？院长当初为啥要把他送走呢？另一边，凡凡觉得好久没来刷存在感了，于是强行表示应该把花生送回家。他拉着小白一起找到花大爷询问他的意愿，结果发现花大爷带上行李准备回老家，好像是有意在躲着谁。小白为了查明花生害怕花大爷的原因，突然情商下线，直接问花大爷是不是对花生进行过家暴。花大爷是个爽快人，居然就这么承认了，并表示自己打小孩不过是弘扬社会主旋律吧，自己还是很爱儿子的，不然也不会一个人把花生养到30多岁。就在这时，小白发现了一条女人的裙子，花大爷老婆在花生3个月的时候就去世了，一个独居男性怎么可能加上常备碎花连衣裙呢？再结合自己的通感，小白推测花大爷其实是个异装癖。花大爷听完立马暴走把他们赶了出去。难
难不成真被小白说中了？结果没过多久，花大爷又主动找到小白和凡凡，带他俩一起走进了自己异装癖背后的故事。原来花大爷老婆去世后，小花生就一直在哭。突然有一天，花大爷发现，只要花生看到妈妈生前的碎花裙就不哭了。于是花大爷为了安抚花生，让她健康成长，穿上连衣裙变成了女装大佬。而花大爷的胸口就有一颗痣。花大爷明白这招不可能用一辈子，但是后来停用这招以后，花生又变得不受控制。也就是那时起，花大爷才开始对花生采取轻微的暴力手段。之所以会把花生送到疗养院，是因为花大爷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，不可能管花生一辈子。就这样一顿煽情之后，花大爷决定把花生接回家。把花生送回去之后，凡凡和小护士如释重负。只有小白注意到了花大爷脸上逐渐消失的笑容，他越想越不对劲，因为这2集接触下来，花大爷的表现确实跟正常人不太一样。与此同时，花生在家里看动画片，而花大爷则再次换上了那条碎花连衣裙。他把自己和花生锁在一个房间里，手里还拖着一个煤气罐。小白一行人找到了之前酒吧的老板，一问才知道，花大爷借钱是为了治病。他早在几年前就已经确诊了癌症晚期，并且最近已经决定放弃治疗了。这还了得！小白和凡凡赶紧回到了花大爷家，发现父子俩已经煤气中毒昏了过去。送到医院后，花生脱离了危险，花大爷却再也没有醒来。花生来到爸爸的病床前，给他弹唱了一首花大爷生前教他的歌。I had heard this before, but I can't now tell. Could be somewhere else's song. I will soon myself. A little rabbit, where do we want to go?这件事之后，凡凡深知自己的业务能力不及小白，既然实习之后只能留一个，但他干脆主动退出。不过大家也别高兴得太早，辞职并不代表杀青，毕竟是女主嘛，所以接下来的剧情他还是会花式出现。这一集找老秦的主线剧情依然没啥进展，又挖了院长和李医生这2个大坑。不过下一个关于春节的故事绝对是本剧最硬核最高能的一集，被无数观众誉为成年阴影。如果想让偏偏解说的话，请素质3连1条龙。拜了个拜。